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盘棋我们讲到江筑九在东京战胜了石田章，势如破竹，取得5连胜。这一连胜的战绩使得日本棋界也彻底的慌张起来。虽然此前日本棋界看似谦逊，但是骨子里却以围棋王国自居，充满了傲慢。棋界此前曾经有人放言，如果中国队能打到石田章的面前，就算中国队获胜了。但实际上江筑九一个人已经完成了这一使命。此时形势，中国队除江筑九外，尚有6人未出场，而日本队仅剩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和主将藤泽秀行。虽然3人都是超一流的高手，实力高超，但是擂台制的赛制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此时江筑九正携连胜之威，小林光一也不得不精心准备。1985年3月11日，在日本棋院7楼对局室，双方展开了较量。这是2人之间的第2次对局。在1983年的中日交流当中，江筑九在上海曾与小林光一下过一局，输掉了。所以赛前提起这段往事，江筑九说道：上海那盘棋我是一败涂地。而小林光一面露不以为然的微笑，并没有作答，其实心里肯定在想，你小子少给我灌迷魂汤，你再说什么我今天也得防着你。互施一礼后，对局开始，江筑九执黑先行，他布下了象小目的开局，而白棋则应以星小目。下一手棋，黑棋手脚，白棋再挂。小林光一有意选择了大飞挂角，显然想将局面拉长，进入持久战，这样小林光一中后盘的功夫将发挥出来。接下来黑棋手脚，白棋拆二。下一手棋，黑棋也挂。白棋此时选择了3间地架，在下方一带，白棋构成了类似于中国流的一个局面。不过此时轮到黑棋先行。下一手棋，黑棋选择了大飞，求战的意图昭然若揭。然而面临黑棋的一个挑战，小林光一此时这盘棋的策略已经显现出来，他准备了以柔克刚。因为在此前的5局当中，江筑九展现出了强大的中盘战斗力量，而小林光一也深知一旦进入江筑九的套路，杀得兴起，自己未必能占到便宜。因此他在准备本局之时，想起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曹刿论战的典故，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因此面对江筑九的挑衅，下一手棋，白棋选择了坚实的坚，黑棋立下，白棋再次小飞。这个时候白棋小飞的下法是比较古老的，一般是再次长出，黑棋贴，白棋长，黑棋飞，白棋有飞在此处，也有跳在下方吃住这颗黑子的变化。那么这个图走完之后，黑棋得到先手在边上拆，白棋回到上方拆，这也是一个持久战的格局。然而本局当中，小林光一认为这个图以后黑棋在这一带依然有余味，所以他选择了更为坚实的一个下法，白棋再次小飞，黑棋拆3，白棋就后时的挡下去。第一次的战斗和平解决。下一手棋，黑棋从上方逼住白棋的拆二。此时观战室当中一致认为黑棋的速度比较快，布局黑棋成功。下一手棋，白棋回到左边拆边，抢占大场。而黑棋接下来并没有去选择点3-3捞取实地的下法。下一手棋，黑棋直接在此飞，对上方的2颗子发动进攻。本局第2次的战役开始，小林光一下一手棋选择了一间跳。然而他局后对于这手棋是有疑问，他认为此时白棋应该飞，这样比实战要好一些，原因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下一手棋，白棋跳完之后，黑棋继续追击，白棋接下来靠近了黑棋的右上角，因为整个右边一带是全盘黑棋势力最大的地方。面对这手棋，江筑九也开始了长考。这盘棋结束之后，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藤泽秀行与回到北京的江筑九以及聂卫平、华以刚等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双方探讨了一整天的时间。藤泽秀行九段认为，这个时候黑棋应该考虑单退，尽量不给白棋借进。白棋搬，黑棋搬，白棋拆二，黑棋再考虑从这一带攻，或者是从上方一带继续给白棋施加压力，这样缓攻对于白棋反而威胁更大。那么实战当中，
江铸九在这个地方首先考虑的是在此夹击，但是他担心的是白棋扳一下之后在此靠的手段。藤泽秀行九段也认为白棋这一手非常严厉，黑棋如果从四线扳，那么白棋简单的顶完之后一扳，这一带白棋子比较轻，而黑棋上方有断，以后白棋下方再一扳，一旦白棋做活，黑棋的实地损失惨重。而如果黑棋选择从二路扳，白棋可以强硬的扳下去，黑棋打吃，白棋长出，黑棋再补断的时候，白棋一爬，这一带由于脚部依然存在着断点的威胁，白子相对较轻，气取灵活，这个战斗黑棋也没有把握，所以思虑再三，最终江铸九选择了从脚部扳的下法，这也是常见定型。白棋长出，黑棋立下，黑棋固守右上角的实地，白棋则轻灵飞出，黑棋夹在此处是棋形急锁，白棋夹也是常用的腾挪手法，黑棋冲一下之后回来粘住，白棋当然不会马上去粘这两颗子，下一手棋小林光一选择在此跳刺，这也是非常愉快的一手。黑棋现在无法反击，因为这个冲断非常严厉，这一带的争子对于白棋是有利的。实战黑棋选择粘住，白棋再回到中央补了一手，这一带也充分展现了小林光一腾挪桎梏的才能。而江铸九接下来继续贯彻自己强攻的意图，下一手跳在此处，这也是小林光一此前认为这手跳有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白棋跳在这儿，那么接下来黑棋就产生了刺以及冲下去等等的手段，而下一手棋白棋不肯被黑棋封锁，接下来再次跳出，黑棋潇洒的从中央大飞出来。观战室当中认为此时黑棋依然保持着先行之力，左右两块的白棋都需要处理，但是白棋的棋形也没有问题，差距并没有被拉开。接下来白棋飞处理右边这块棋，而黑棋下一手棋潇洒的在中央飞了一手。这个局面下普通的进行是在此间冲，白棋贴起，黑棋长，小林光一准备继续贴，将左下加强之后，然后回到上方固守。然而实战当中江铸九不愿意帮白棋这一带变强，显然他希望借助进攻上方白棋，以后还瞄着在左下这一带的打入。下一手棋白棋靠，藤泽秀行九段第一眼看到这手棋，首先的反应就是俗手，然而俗手正是小林光一的特点。小林光一中后盘的定型功夫、官司收束能力极强，在李昌镐横空出世之前，小林光一是公认的世界棋坛中后盘的第一高手。那么秀行先生的第一感觉得白棋可以跳在此处，但是聂卫平九段马上摆出了在此间的变化，这样白棋只好粘住，黑棋再冲吃这颗子，白棋在这一带损失巨大，秀行先生也认可了这一点。所以实战当中小林光一选择了靠完之后再长，黑棋粘住的时候白棋就简明的夹了之后断打，黑棋粘住，下一手棋白棋再次飞出反击，一来瞄着这两颗黑子的薄位，二来也牵制住黑棋在这一带想要打入的一个构思。下完这手棋，双方进入了1小时的午休时间。在用餐的时候，日方提出照顾中国客人去吃中国料理，然而小林光一却拒绝，他说我想吃烩饭，所以最终双方分开用餐。由此可见小林光一此时也有一些紧张，因为一般来讲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同时另外一个细节也体现了小林光一的心理，在上午的对局过程当中，他频繁的询问记录员自己的用时情况，并不断询问读秒的用时规则，这个是反常的，因为此前一天在江铸九有10天章的对局当中，小林光一全程观战，对于比赛的规则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由此可见他内心实际上还是紧张的。下午蓄意，黑棋刺了上去，这是黑棋蓄谋已久的手段，而白棋下一手棋横顶也是小林光一在此前靠了之后长已经计算好的防守方法。但局后研究，聂卫平九段认为黑棋在这个地方的次序稍有疑问，他建议黑棋在此先刺一手，如果白棋粘住，黑棋再刺这个，这样多了这两手交换之后，中央大飞这颗子与上方两颗子的联络得到加强。但是秀行先生马上指出，白棋恐怕不可能再跟着硬，他认为白棋可以坚在此处。
这样黑棋如果团，白棋挡住，黑棋再刺的时候，白棋看清这几颗子，拖在上方就活棋了。白棋一旦活棋，黑棋这一带去断吃这几颗子，一来还有余味，二来价值也不是很大。这样的结果被白棋转身，黑棋的进攻失败。所以他认为这个地方黑棋应该宽攻为妙，不要打草惊蛇，把白棋给吓活了。他的建议是黑棋跳在此处。聂卫平九段对此也深表同意。白棋如果在这一带继续补棋，黑棋一来可以在左边一带打入，二来也可以对右边的白棋继续进攻，比如说阵在此处等等。那么如果白棋脱先，比如在左下手脚，黑棋在这一带有异常严厉的手段，下一手棋黑棋可以在此直接刺，这手棋对白棋的眼位和断点威胁极大。白棋再粘的时候，黑棋一点过来，这样白棋这条大龙将非常危险。下一手白棋如果挤，黑棋就立下，由于上方没有眼，这个地方要做出两只眼，难度极大，所以这个图白棋是不敢选择的。那么如果黑棋能够先手封锁白棋，还是满意的。但可惜实战当中，姜铸久久攻不下，此时已经有了退意。他刺完白棋顶住的时候，接下来黑棋选择了在上方二路飞吃住这颗白子，但是这手棋在局后被认为是本局的败招。此时黑棋还是应该在此封锁，上方这颗子一来吃掉价值并不是很大，二来也不容易吃干净，外围白棋的借用很多。关键是黑棋在这个地方这一手棋的退让放松，使得小林光一敏锐的察觉到他此前认为三而竭的时机来了，所以他接下来抓住时机开始反击。下一手棋白棋先在角上搬，黑棋挡住，白棋打吃，黑棋粘，先手定型完之后，接下来白棋再次横跳，这手棋同时威胁黑棋两面的联络缺陷。而姜铸久接下来在这个局部却是越陷越深，下一手棋黑棋跳过来继续进攻白棋，但此时攻防实际上已经逆转。局后的研究，黑棋此时应该在中央贴，将自身加厚，白棋飞出，黑棋再考虑从这一带攻过来寻找战机。实战当中黑棋的这步跳看似严厉，但实际上被白棋在此一顶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出问题了。而姜铸久局后也坦陈，他在此处出现了严重的误算。我们继续来欣赏下一手棋，黑棋勉强的坚在此处封锁，但是当白棋一挖的时候，姜铸久在此陷入了长考。如果黑棋现在此打吃，那么白棋粘住，这一带黑棋的味道极坏。如果你再从这个地方去贴的话，一来白棋挡下去，这个对杀黑棋也很危险，二来中央这一带一旦被白棋冲出，黑棋也支离破碎。因此长考14分钟之后，姜铸久选择了从上方打吃。当然这一系列的变化在他此前跳在这的时候已经有所计算，但是当他看到小林光一走这个，为什么要长考呢？是因为他此时突然意识到他算漏了一个地方。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手棋白棋粘住，黑棋粘，白棋再冲，接下来黑棋在这个局部就脱先了。原本姜铸久的计划是此时黑棋冲下去，他之前已经看到这手棋，当时他认为白棋断吃的时候黑棋可以粘，白棋只有提，黑棋虎完之后二路爬回，这样虽然白棋局部做活，但是黑棋在外围封锁住了白棋。关键问题是这一带的黑棋彻底的变厚，对于右边这块白棋的压力大增，这样的结果黑棋还是满意的。这个图并不复杂，姜铸久相信小林光一一定能看得到。然而实战当中他依然选择了挖，姜铸久警觉到这个地方恐怕出问题了，在细算之下发现真的是有问题。因为当黑棋粘在这的时候，白棋最强手段并非去提示这颗子，而是可以直接挡下去，这就是姜铸久真正误算的一手棋。接下来黑棋如果再虎，白棋就粘，黑棋再粘住的时候，白棋有立下去的强手，黑棋只好继续收气。那么接下来白棋的一路打吃是局部对杀的好手，这个时候黑棋是不能粘的，否则白棋一冲，黑棋为了阻度只有挡住，那么白棋收气就直接把黑棋吃住了。那么你不能粘也不能走别的，这个局部只好做劫，但是实际上黑棋挡住之后已经静死了，因为白棋不需要提劫，直接收气就可以。这一带如果你吃，
那么我打吃完之后直接就把黑棋吃住了。而如果你去走别的，这一打吃局部是皆不归，这样黑棋竟死，白棋在这一带实地的收获巨大，这个黑棋当然是不满意，和刚才二路爬回去那个图有天壤之别。所以看到这个图之后，意识到自己误算了，姜筑就心情大坏，在这个地方也没有继续再去走，下一手棋黑棋直接从左边飞，对右边的白棋发动强攻。然而小林光一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一旦被他掌握优势，他接下来就会快速的，哪怕不惜用俗手简化局势定型，然后将优势转化为胜势。下一手棋白棋直接补棋，黑棋再打入左边的时候，白棋尖一下先手，黑棋联络，然后白棋扎实的守住了左下角。接下来黑棋再飞，白棋顶住，黑棋冲吃这颗子，白棋后手的双。下一手棋实际上黑棋已经很勉强，此时黑棋的本手应该在此跳出，但这样一来被白棋扳住，这一带黑棋找不到进攻目标，而上方一带实地又大损，这个图黑棋已经是大差的一个局面。所以实战当中黑棋继续贯彻意图，在此长期强攻，而白棋也毫不退让，下一手棋在此飞反攻黑棋，黑棋接下来靠，白棋扳，然后黑棋扭断。在这个地方姜筑九也用出了非常手段，搅乱局面，企图浑水摸鱼。然而小林光一接下来展现了其强大的控制能力，这个时候白棋单退，黑棋此时如果直接在这打吃，那么白棋就从左边反打，黑棋提掉虽然厚，可是白棋一顶将左边的子吃住，整个左边和左下角全部收入囊中。中央黑棋虽厚，但白棋各处都已补强，黑棋的后卫也难以发挥。所以实战当中姜筑九在这个地方打之前，先在脚步靠了一下，白棋扳住的时候黑棋再扭断，下一手棋白棋打吃，然后黑棋再打。这个时候如果白棋还是在这打的话，那么黑棋就可以提吃，白棋再顶的时候黑棋的打是绝先，然后再挡住，这样左边的黑棋就多了活路。这个结果两边黑棋都走到，黑棋是满意的。但是你改变了策略，小林光一下一手棋也同样改变了策略。我们继续来欣赏，接下来当黑棋再打吃的时候，白棋就不从左边去打了，而是长出来。小林光一显然盯住了黑棋的这个断点，黑棋当然不肯让白棋把这个断掉，下一手棋在角上先打，白棋提，黑棋再粘，这样一来当初黑棋靠和断的这两手棋就损了。下一手棋白棋厚实的吃住这颗子，防止黑棋的反扑，而黑棋不得已只好回到左边立下补活。接下来白棋退，威胁黑棋的断点，黑棋补住，白棋再尖，小林光一开始收官了。下一手棋黑棋挡住，白棋再从左边飞补住下方的空。黑棋现在如果不搅出一些事情来，单凭实控盘面白棋稍优的一个局面。所以下一手棋黑棋飞在此处，威胁利用脚步的这颗子对于这一带白棋发动一些冲击，而白棋也团在此处强硬反击，威胁挤断黑棋。黑棋退回，白棋厚实的补强中央，接下来黑棋在此靠寻找头绪，白棋强硬的四线扳住。下一手棋黑棋二路扳，给小林光一布下了一个小的陷阱。由于这一带以后黑棋的长是先手，看似这个地方黑棋有扩大眼位的可能，白棋如果此时采取打吃破坏眼位的方法，黑棋在脚步有点的手段，下一手挤可以度过。白棋如果再强硬团住，黑棋一尖，脚步反而活棋了。这个角上一旦活棋，实地上的差距将被黑棋急速的拉平，这个结果黑棋将一举反超。但是小林光一绝非善与之辈，这点小陷阱难不住他，所以当黑棋扳的时候，白棋选择了在脚步飞，而黑棋接下来再冲，小林光一下手棋充分的体现了他的风格。这个时候他继续收兵了，白棋在此单并了一手，这手并完之后，一来防住了将来黑棋在此跳下之后打了断这一带种种的借用，同时也告诉黑棋，如果这个地方出不了棋，中央这一带白棋也比较厚实，黑棋就没有机会了，这是劝降的一手。下一手棋姜筑九在此跳刺，继续寻求战机，白棋后实粘住，
接下来黑棋把矛头对准了左边这块棋，这是黑棋唯一的机会。但是白棋接下来就厚实的搬，黑棋再退，白棋再压，黑棋再长的时候，白棋继续提吃这颗子。这一带由于下方白棋非常厚实，这个地方的断点白棋并不担心。下一手棋黑棋尖威胁白棋断点的时候，白棋再压一手，然后就直接跳联络，你再断我打了粘住就可以。这一带白棋并没有风险。此时局面依然是白棋盘面稍优的一个形势，黑棋接下来在此跳，想最大限度的扩张上方的实力，而白棋就厚实的挡住。下一手黑棋冲，白棋打吃，黑棋再打，白棋提掉。接下来黑棋粘的时候，白棋断吃这两颗黑子和黑棋断吃右边两颗白子是剑合的大官子。下一手白棋尖在此处不断，同时继续压缩上方黑棋的阵势。黑棋刺在此处，白棋就迂形挡住。以下江铸久又走了几手，但是稳健的小林光一不给黑棋任何可乘之机，将自己的大龙护得非常严密。江铸久简单的应了两手之后，看到再没有机会，在140手白棋搬的时候就投子了。对局结束之后，一脸倦容的江铸久默默的思考着，而小林光一正与一拥而入的日本棋手和记者们激烈的交谈着。从他们兴奋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因为小林的胜利恢复了几分自信。围棋俱乐部的记者九卷先生赛后采访江铸久，请他对后面的比赛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江铸久说道，小林以后的3位棋手对于每位出场的中国棋手来说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但是我们现在还有6位棋手未出场，而且从我与他们对战的成绩看，他们都比我强得多，最后的胜负难以预料，只能等待事实来回答。然而接下来小林光一开始了他的神奇的表演，我们下一局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